欢迎观看《说文解字双语教育》系列视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琴、瑟、琵琶这些乐器的名字中都有王字？你了解琴与瑟的区别吗？你知道水果枇杷的名字竟然来源于乐器琵琶吗？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一起探讨琴、瑟、琵琶这4个字的由来，并分享一些关于这3种传统乐器的有趣知识。尽管琴、瑟、琵琶这4个字的部首都是王字，但与王的本意并无直接关系。实际上，它们的上部是绝字，绝指的是二玉相并的形状，其意义为二玉相碰的声音，引申为如玉般清脆悦耳的弹碰声响。而琴字下部的金字表示当面，将绝和金结合起来，便有了当着贵宾面前奏出悦耳的声音之意。因此，琴最初指的是一种古代的拨弦乐器，最早为5弦琴，后来在周朝增至7弦，亦称为古琴，或称瑶琴、玉琴。自古以来，琴特指古琴。在古代，有着是无故不彻琴瑟和左琴右书的说法。琴位列琴棋书画4艺之首，被文人视为高雅的象征，也是文人吟咏时的伴奏乐器。自20世纪20年代起，为了与钢琴区分，琴才被称为古琴。后来，琴这一词引申为某些乐器的统称，既包括弦乐器，如小提琴；吹奏乐器，如口琴；键盘乐器，如钢琴、风琴等。这些乐器在现代汉语中均可简称为琴。琴和瑟是2种不同的乐器，古人发明并使用琴瑟的目的是为了调和阴阳之气，纯洁人心。瑟的弦数较多，通常为25弦，体积也较大。琴与瑟的主要区别还体现在演奏场合的不同。琴通常用于正式场合，在贵宾面前弹奏，客人保持安静，专心聆听和观看。而瑟则常用于背景音乐的演奏，通常置于屏风后方，客人围坐桌案，一边享受音乐，一边饮食交谈，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交场合。当然，琴瑟也可以联合演奏，琴在台前，瑟在台后。如今，琴瑟和鸣这一成语常用来比喻夫妻之间感情的和谐。此外，瑟字还常用于形容词，表示庄严的样子，或形容风声、轻微的声音，也引申为寂寞凄凉的氛围，比如瑟瑟发抖。在古代，琵琶有4弦琵琶、曲颈琵琶和5弦琵琶、直颈琵琶2种。5弦琵琶逐渐失传，但在敦煌壁画上仍能看到飞天演奏此种乐器的场景，而4弦琵琶至今仍在演奏。琵琶也称琵琶，最早见于汉代刘熙的《释名是乐器》一书中，琵琶本出于胡中，马上所鼓也。推手前曰琵，引手却曰把，象其鼓时，因以为名也。琵琶最初使用木拨子进行弹拨，直到唐代才改为用手弹奏，因此刘熙称其演奏为鼓。往下弹称琵，往上挑称把，即弹和挑的拟声词。当时的琵琶由木头制成，所以人们也将它写作琵琶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为了将它与琴瑟等乐器自行统一，才将琵琶改为琵琶。另外，琵琶的外形独具特色，水果枇杷的名字正是因其叶片形似琵琶这一乐器而得名。现在，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琴、瑟、琵琶这4个字中都带有王字的原因，也对这3种传统乐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